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浩见鬼灵异故事系列，我是阿浩，谢谢大家守在阿浩见鬼灵异视频，也希望我们前几集的阿浩见鬼视频，让你能更了解灵异朋友和灵异世界是怎么一回事。在我们节目还没正式开始之前，请在我们的视频点赞我们的小铃铛，你会更及时的收看到阿浩见鬼的新的灵异视频。谢谢支持。你们听过这样的都市传说吗？那就是灵异朋友们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表演，例如歌唱、舞蹈，甚至是戏剧。谈到为灵异朋友表演，就一定会提及在新马一带每逢农历7月的大型歌台表演秀。在这段期间，全部的表演者都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娱乐观众还有灵异朋友们。而且你一定会看到，在台下一定会有一排的贵宾席是空置着的，这排贵宾席其实是为了灵异朋友们而准备的。假如有人不小心坐上去，或多或少一定会有灵异事情会发生。而且很多善男信女相信，只要灵异朋友被娱乐，那一整年就会过得平平安安。另外一个表演地方常常会出现灵异朋友的，就是摄影棚和拍摄现场。有很多摄影师都有类似的灵异经验，就是当他们通过摄像机的镜头，他们常常会看到或者捕捉到多出来的人头，而这些人一看上去就知道不属于人类。好几年前，在新加坡的其中一个摄影棚发生过这样的灵异事件。其中一个演员有比较特别的体质，他有阴阳眼，所以当他在片场的时候，看着摄影师身后就站着多3个人，而且这3个人一直看着镜头，一直对他傻笑。可是这3个人不属于摄影棚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。在60、70年代的香港，曾经发生过一起这样的鬼戏院事件。当晚下着倾盆大雨，所以买票入场的人并不多。可是当戏院经理走进了电影院的时候，却看到电影院挤满了人。他心里一想，应该是很多人没买票就入场，所以感觉非常生气，便质问了卖票的员工。可是当他们看着票根，也只是卖了区6、7张那么多，所以心里一想，假如戏一完，站在门口就一定能抓到那些没买票就入场的观众。谁知道戏一播完，突然之间，电影院里面的观众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而这起事件也导致很多观众不敢到这家戏院去看戏，尤其是半夜场。所以感觉上，灵异朋友是非常喜欢看表演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个人经历，就发生在我大概7、8岁左右。那天晚上刚好是农历9月的一个特别日子，很多大型的庙宇都会举行庙会游行。我爸非常喜欢这类的游行，便带着我跟一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去游街。
整个场面是非常隆重和热闹的，大家都感觉非常的开心。当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来到了一个住宅区的时候，就在这时候，我突然之间感觉到身体不适，而且我的汗毛都站立了起来。这意味着我的身体感应到了危机，我开始非常紧张，开始东张西望，左看右看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发现在我左手边的政府主屋其实已经被空置一段时间了，因为所有的单位都是乌漆嘛黑的。也就在这时候，大概5、6楼的其中一个单位，我看到了他。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呢？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长发披肩的女人，就站在厨房的窗口边，她就一直对视着游行队伍，看得津津有味。不过不到一会儿，她似乎也感应到我的存在，他慢慢把他的头转向我的方向，并且对我瞄了一眼。我感到无比的恐怖，马上躲进了我的爸爸的怀里，都不敢直视着他。我爸还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，一直对我说：“没事吧，没事吧。”之后我就一直嚷嚷着吵着要回家，我爸也拿我没办法，只好把我带回去了。而接下来的好几天，我都感觉到身体不适。那天晚上站在窗口边的那女人，到底是人还是鬼？假如是人的话，她怎么有可能可以站在一个已经被空置的单位的窗边呢？很多人说，可能灵异朋友过得太郁闷了，所以非常喜欢看各式各样的表演，所以在类似电影院、戏院、歌剧院，甚至是歌台，都常常会见到灵异朋友的踪影。而且戏院和歌剧院长年累月没有阳光照射进来，就变成非常适合灵异朋友聚集的地方。那你们是否也同意灵异朋友非常喜欢看表演呢？我是阿浩，谢谢收看阿浩见鬼灵异故事系列，谢谢支持。